公元960年，后周禁军在陈桥永立赵匡胤为天子，替他黄袍加身。虽然兵变十分突然，但后周恭帝当时不到10岁，所以也只能禅让给他。于是宋朝建立，赵匡胤则为宋太祖。靠着军队登上皇位的宋太祖，当然也很担心其他的将领有样学样，再加上从五代十国遗留下来的武人强势作风，都让他觉得非常不安。因此，他宴请禁军将领，并在宴会上劝这些将领释放兵权，到地方上出任官员，退休享福。隔天，这些将领便都辞去了职务，史称杯酒释兵权。接着，宋太祖将禁军的统兵与调兵的权力分开，再把各地藩镇能征善战的军队吸纳到中央的禁军中，实施强干弱支的政策。大家好，我是克里夫。宋太祖除了将兵权抓在手中以外，对于地方的藩镇也设立许多官员互相制衡，不再出现节度使一人手握地方大权的状况。不仅如此他又把地方的财政收归中央，每年的税收扣除必要的支出，其余全部上缴中央，切断了地方藩镇的资金来源。如此一来，总算把唐末藩镇割据的情况给消除了。这种从军事、民政、财政都由中央管制的政策，也成为了宋朝的基本统治方针。而中央的权力呢，同样也被进行分割如果大家还记得，唐代是3省6部制嘛，到了宋朝，又进一步将宰相的权力分散，又设立了副宰相的职位，让政务由多人合议，而军政则由枢密使掌控，财政则让名为三司的机构管理。这样对于权力的层层分割，换句话来说，则是皇权的不断强化。手握大权的宋太祖决定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，先讨伐荆南与武平，接着征服后蜀与南汉，并在攻灭南唐，让南方大致稳定后，宋太祖想说再经过1-2年的准备就可以进行北伐。不过他却在公元976年驾崩，并由弟弟继位为宋太宗。太宗继位后，南方尚未平定的小国也相继臣服，北方的北汉也在太宗亲征的攻击下灭亡。可以说，分裂多年的中国总算再次统一。而太宗原本想要趁着征服北汉的气势，一鼓作气把燕云16州也给收复，不过却被辽国给打败，太宗也中箭受伤。受伤后的太宗更专注在内政上，原本太祖时每年科举顶多录取10人左右，但到了太宗却暴增到100-200人，而且还将科举最后的阶段由皇帝面试的殿试改成常态，使得原本因为战乱而匮乏的文官得到大量的补充，也让之后宋朝的文人醉心于科考。安养休息7年的宋太宗，趁着辽国在处理东方的女真与高丽，决定要血耻，再度北伐，不过却又再次惨败。而经过2次惨败后的宋朝，也使得义和派的声浪慢慢的浮现。之后到了宋真宗继位后，辽国是盛宗在位，国力鼎盛的时期，不仅降服了东边的高丽，又与西方的党项结盟，于是辽军便趁势兵分2路南下。面对辽军的入侵虽然朝中议和的声浪不断，但宋真宗还是决定亲征，使得宋军的士气大振。两国在澶渊僵持不下，经过几次的交涉后，最终签下了澶渊之盟的合约。两国以兄弟相称，宋为兄，辽为弟。不过兄每年要给弟绢20万匹，银10万两。澶渊之盟带来的影响很大，对于宋朝来说，虽然用钱财换取了和平，但也失去了收复燕云16州的可能。因此，大多数文人都视为耻辱。对于辽国来说，虽然没有能够灭掉宋朝，但每年能够获得大量的钱财，促使商业的发展，让贸易逐渐兴盛。而对于后世，更大的影响的是，原本从唐汉风气传承下来，一贯以天朝上国自居、支配周围臣属的小国或蛮夷之邦的华夏中心主义，受到了冲击。慢慢的，中国王朝不得不将周围敌国平等看待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虽然宋辽签下合约，使得东北方迎来多年的和平，但是西北方的党项族则在李元昊的带领下统整了所有的部族，并在公元1038年建国，国号大夏，宋朝称为西夏。由于西夏常常侵犯宋朝，使得宋朝把焦点移转，投入到对西夏的战争，
本来宋朝想说北方的辽国打不赢就算了，西北边的小国应该可以很快攻克。没想到这场战争打了好几年，始终都没有分出胜负，最后还是签订了议和条约。同样的，宋朝也要每年给西夏绢和银。好不容易北方的战争终于告一段落，但打了好几年的战争，让朝廷的积蓄挥霍一空。而为了挽救财政危机，改革就成为宋朝君臣不得不面对的事情。而这就让王安石有了伸展拳脚的舞台。不过，在继续说明王安石的改革之前，我们要先问个问题：宋朝科举广纳人才，虽然解决了官僚系统人手不足的情况，但支出的费用可不少。再加上还要每年给辽国钱财换取和平，以及应付与西夏长期战争的军饷。好不容易议和之后，又要每年给西夏金银，这么庞大的费用，到底宋朝的钱都是哪里来的啊？我们前面有说过，虽然五代十国是小国林立的局面，但江南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因为战争而萧条。相反的，各国利用自身地产的优势，与其他国家贸易自身缺乏的商品，使得商业贸易频繁。再加上十国的国祚比起五代相对长一些，政局相对安稳的情况下，使得商业也能够逐渐繁荣。而贸易往来变多后，大家就更能体会国家之间壁垒与关税所造成的不便。促使他们希望中国走向统一，而等到宋朝终于统一中国后，商路贯通全国，使得贸易往来更加的兴旺。本来唐朝的农业是在自给自足之后有余裕才会进行贸易嘛，但到了宋朝，因为佃农从贵族庄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，再加上水利工程、农业工具的改良，使得农业产量增加，进而带动工商业走向专业与分工化。像是江南盛行茶园的栽种，江西则有景德镇的制陶，河北也有瓷器的生产。各地除了贩售农产与工艺品外，还有一些文房用具也因为文人的需求而跟着发展起来。随着商业往来，流通不只是农工商品，还有人与钱。我们先来谈钱，这很好理解，交易的媒介就是货币。商业一旦繁荣，那么货币的需求就会跟着上升，使得朝廷每年不断铸造更多的铜币。从宋太宗大约每年铸造80万贯，之后不断的增加，到了王安石登场前，已经达到每年500万贯左右。铜钱的缺乏不只是国内的需求，还有对外的贸易，像是流通到辽国、日本、高丽或是东南亚。而也因为钱荒的原因，使得被称为交子的纸币由民间发行出来，之后由政府接手，名为汇子。纸币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，不仅携带方便，交易也便捷许多。而人的交流就比较复杂了，因为农业的生产力提升，使得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往城市移动。城里的人一旦变多了，一来手工业与商业就会开始分工化，二来外溢的人口让城市不断的往外扩建，扩建后还是不够住的话，外城就再建造新的街市，这就导致原本只能在城市内特定区域交易的市，最后也能在城外的街市上的店面交易。这让之前战乱时城市严格限制宵禁的规定逐渐被打破，变成夜晚也有热闹的街市能够买卖交易。不只是农工商的人在流动，士也在流动。我们前面说过，宋太祖广纳科考，而只要能通过考试得到官职，就能成为官户，想要免除土地税与劳役等权利，使得文人相争进京赶考。上榜后又辗转到各地当官，甚至很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到故乡。但不管是人还是钱的流动，都仰赖于交通的贯通与发达。尤其当中国的经济重心由北往南移动后，江南地区的水路就变得十分重要。其中运输粮食的大运河更是宋朝的经济命脉，每年都有数百万担的米粮借由运河从江南往北运送。除了米粮以外，江南的茶、江西与广东的铜、四川的绢，以及伴随着经济与重心的繁荣后，江南的文人也跟着兴起。随着越来越多江南人通过科考，也逐渐打破北方文人垄断政府的局面。这种南北官僚的竞争，甚至对立的情况，就不得不提历朝历代官僚竞争最激烈的宋朝朋党斗争了。